谭健次老师您好，我是新华社记者张超帆，很高兴今天可以采访到您。您可以先跟我们新华社的粉丝朋友们打个招呼吗？这里。新华社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谭健次。从演员到评委这样身份一个转变，有什么感受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首先还是很兴奋的，对，然后也很期待看到很多优秀的短片，但同时也怀揣着一丝忐忑，对，因为觉得很担心，也有一方面是觉得希望自己能够给到这些选手们一些非常好的建议，或者说是也希望自己能够公平公正的去让更多的优秀的创作者们能够被大家看见，通过我这样一个绵薄之力吧，对，所以还是比较谨慎的，对。但是后来另一方面让我觉得更重要的是，通过这次机会可以让我也在这里面吸收到很多养分，学习到很多，这是更重要的。这次咱们这个短片单元，它聚焦的是行的人入对行，以及看见认真生活的一般人。那么对这两句话，您是怎么理解的？我觉得这两句话非常好。一个是因为我觉得影视行业这个门槛，在我看来是非常高的，对，所以这也不断地督促着我自己，以及我觉得现在很多的年轻人，要提高自己的专业能力。你只有提高自己的专业能力，我们才能努力地让自己成为在这个行业里面是行的人，对，这是我们的目标啊。然后看见生活的一般人，这个也是非常打动我的一句话。我觉得，因为我们去发现这些创作者们，其实包括我们做演员，我们都要有一双能够发现生活的、看见生活的眼睛。对，如果你看不见生活，你看不到生活里的很多细节和点点滴滴，其实我认为我觉得是创作不出来作品的。对，因为作品都来源于生活，来源于生活，来源于我们的想象，所以我们需要有这样的一双眼睛去看见生活。您觉得电影和短片它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吗？比如说短片它有自身的优势，或者有哪些挑战或者局限性？本质上的区别，一个是叙事的规模还有时长吧。因为电影它首先它需要讲好一个故事，然后它需要用更好的视听语言和效果，让观众在这2个小时里面有一个沉浸式的体验啊，这个是很重要的，我觉得在电影里面。然后短片呢，我觉得更多的它是要在很有限的时长，比如说就几十分钟或者10几分钟，它要用很短的时间内，它要重拳出击，每一个镜头我觉得都是要重拳出击，你要一拳打到观众心里，要用很多直觉性的瞬间去打动观众啊。这个当然，我觉得短片也有很多很有意义的地方，是它可以用很低的成本去做一些实验性的这个创新啊，一些新的视角，也会帮助到电影啊，去提供一些灵感什么的，对，也提供了给很多可能没有这个资金上面的支持的一些新的导演，他们有一个比较低的成本去完成自己的梦想，一步一步的走到电影长片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它的实现门槛更低一些。对。您曾经说过想通过角色和观众交朋友，然后这次也是带来了主演的作品《震耳欲聋》。您在其中饰演的也是律师李琦。您在饰演这个角色中有没有遇到什么特别的挑战？当然，这部戏我觉得对我来说挑战挺大的，因为我饰演的是一个 CODA 律师，就是她是一个聋人家庭里面的监听子女，所以对我首先第一大挑战就是手语。当然我这个手语还是边说话边打手语，所以我给我自己要求的就是我必须让我的手速跟上我的语速，所以这个是我当时在拍摄前期给自己立下的一个 KPI 吧。对，所以我前期会去学，在开拍之前我学了很长时间的手语，然后去跟聋人群体里面跟听障人士群体里面去跟他们交流跟他们分享，然后也会去律师事务所上班，所谓的体验生活，对，慢慢的去找到这个人物您体验生活就是用了大概多长时间去接近这个角色？
1个月吧，半个月到1个月这样，对，陆陆续续的，对，因为还有别的工作嘛，所以就是只要一有时间，我就会比如说蹲在路边观察那些律师，然后或者说去聋人的集体生活里面。对，您如何理解李琦这个角色，以及《震耳欲聋》这部影片它的社会价值？李琦这个角色我觉得很有意思，对，因为他是最了解聋人群体的这样的一个人，但同时他又是特别想去摘掉这个标签的一个人，所以他身上是很矛盾的，在他的内心里，所以这个有很多地方可以让我去发挥和创作。我们这部戏他看到了很多，可能平常我们忽视掉的一些社会的问题，啊，这个我觉得有了非常好的利益，对。然后您觉得演电视剧和演电影，它二者就是表演的时候，包括前期去选剧本啊，去读剧本，去对这个角色理解这些，有没有什么差别？我觉得首先前期要为角色准备，做准备工作等等，去理解角色、贴近角色、成为角色，这些不管是电影还是电视剧，都是一样的。对，你需要去把你的角色诠释好。那我觉得不一样的地方可能是电视剧它有很长的篇幅，你可以通过剧情的这个堆叠，慢慢的让观众去了解这个角色，然后你也有很长的篇幅去循序渐进的去表演。那电影的话呢，其实它首先它可能就2个小时，最多了差不多两个多小时这样，所以我觉得每一分每一秒，它必须得做到非常，就是要不停的打磨、推敲，然后去做到每一秒都是精准，都是能够让观众得到沉浸式感受的一个作品。对，所以包括在电影里面，我发现其实有演员的表演也需要更稳一些所以有不一样，但是我觉得归根结底都是要把自己的角色演好。您有没有什么寄语送给咱们年轻的电影人？首先是祝愿吧，因为我觉得如果你有目标有理想，就朝这个方向去正向的积累，这个比什么都重要。然后也希望有一天，大家的梦想都能够在这个世界上被所有人看见，然后为我们中国的影视行业增添一把浓烈的火焰。